平生缘，一叶扁舟连波烟。秋水墨色染，如见美人烟波脸。故人久未见，焚诗煮酒杯未满。风长卷，轻将红袖挽。此生何用声声叹，道不尽流年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杯落残垣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化尘烟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杯落残垣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化尘烟。豪杰终结化尘烟。周显王26年，未遇赵公韩，韩告急于齐，齐使田忌为将，孙膑为师，往而救之。彼时魏武卒勇冠七国，与韩交战，五战全胜，士气正盛。而齐国本就兵力不足，更兼于远途跋涉，疲惫不堪。然而鬼谷两大弟子的对决却以庞涓的完败而告终。什么人？大人喝醉了，竟将这个遗落在了屋内。我的官印怎么样了？已经半妥。粮数日来筹集的粮食正存放在粮仓。此刻，我从魏国购粮的事情已被夜幕获知，他们烧毁粮仓，是想断我最后生路。九公子，南阳急报，已有灾民饿死。原来杀招是在这里。很好，传我命令，加派人手镇守军粮。是。什么人？相国大人，有人夜闯粮仓，盗取军粮。快传令，火速带兵前往。祖父请慢。夜幕把粮食放在显眼处，就是为了让你在他们的局里走下去。九公子，请你支付上长赌金以1000金。好。你挪用。奉大将军之令征收军粮，店家，你全部余粮一并征收。全部征收？你们简直不给我们活路！哎呦！今天就是赌约的第10日，让我看看你还有什么手段。韩非，大人，刚得到消息，今日新政开市后，粮价有所回落。什么？城门刚开，一批粮食忽然涌入市场，数目巨大。给我不惜重金，全部买进。这不过是韩非的垂死挣扎。这批粮食卖多少，我们就买进多少，绝不能让粮价降下来。韩非，原以为你从魏国购粮是为了填补撕掉军粮的空缺，想不到你还想赢下赌局。既如此，
我便让你输得骨头都不剩。大人，刚购入1000斛粮食，可粮价已跌到1斛3斤。继续迈进。大人，又购入1000斛粮食，粮价又跌了30%。如此时刻，怎能轻言收手？侯爷未免太谨小慎微了。韩非从魏国只买了2000斛粮食，现已全被我买尽，再掀不起什么波澜了。大人，粮价又跌了1成。不可能！给我不惜代价，全部买入！大人，不好了，粮食不断有如失灭。乔公子高价从魏国购粮的消息已传遍6国，其他国家的粮商闻风而动，纷纷将粮食投放新政。各粮商纷纷抛售，我们已经控制不住粮价了。怎么可能？韩非，你想跟我鱼死网破不成？如今已无退路，必须放手一搏啊！韩兄，新政粮价已回落至1斛200铢，还在继续下跌，不消多久就能回到正常价位。辛苦子房数日奔波调度，此刻，是时候了。老九，父王传令，让你入宫。有劳四哥了。韩非本也准备入宫。韩非，王上已经知晓你几日来的所作所为，想必你也做好准备了吧？九弟所为，难道就是先前所说的两全其美的办法？这次我可能帮不了你了。子房，接下来靠你了。韩非，姬将军上奏说你私调军粮，扣押将领，挪用寿宴资金，可有此事？回父王，姬将军所言无误。逆子！来人，拖下去！父王且慢。韩非虽调用军粮未及禀报，但也绝无僭越职权。你都承认私调军粮了，还想狡辩？韩非只是转移军粮，并无私自挪用。只是转移？此刻，军粮已送还粮仓。送还？皇上，方才军粮送还粮仓，清点无误，分毫不差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回父王，先日粮仓失火，儿臣调查发现是有人蓄意为之。彼时情况紧急，贼人身份不明，故韩非斗胆将军粮转移，以防成为下一目标。所以，你就可以打伤守军，并私自扣押？
贼人身份未明，不宜声张，故出此下策。这倒也情有可原，只可惜原先张相国祖孙筹集的赈灾粮食都付之一炬了。父王，那些粮食没有丢。没有丢，是都没丢啊！哦，儿臣此前调查南阳灾情，发现有人为痕迹，为防此中再起变故，我便一早将所筹粮食转移，对外封锁消息，也是父王福泽庇佑。粮仓失火时，粮食刚刚被转移。就算如此，赈灾粮食也远远不足数。你既然没有撕掉军粮赈灾，那你用来赈灾的粮食，韩非用来赈灾的粮食，正是军粮。确切点说，是假的军粮。假军粮。前日与张相国清点粮仓时，儿臣发现有人竟以军方名义私藏粮食。叶幕这是断绝所有退路，故意留下非走不可的死路。魏老大，建议装车完毕。等一下，只有这些。南阳受灾以来，市面上也有大批粮食被翡翠湖以军方征粮的名义强行买走，但军粮账目却没有丝毫增加。没有被记录的征粮去了哪里？怎么回事？我明明早上才查看过。将军，军粮被抢了。谁干的？属下没看清，只看到一把很奇怪的剑。韩非，最危险的陷阱，往往意味着最意想不到的出路。叶幕露出了破绽。原来所有没有记录在册的粮食，全都藏在了这里。贼人以军方名义私征粮食，手段卑劣。但他既敢在此国难之际违逆韩律私征粮食，我奉王命，理当收缴。究竟是何人，竟敢在寡人眼下私藏粮食？儿臣也不清楚，但此人能甘冒风险，在父王眼下行此违逆之事，想必对都城防务十分了解。姬将军，你可有怀疑人选？孙膑使齐军入魏地为10万走，次日为5万走，再次日为3万走。庞涓故认齐军胆怯，士卒3日内逃亡过半，遂以轻骑追之，不意于马陵遭俘，全军覆没，终举剑自刎。人都是愚昧自负的，他们坚信自己能看穿假象背后的真相，却往往对真相背后的假象视而不见。